72口青竹风云剑皆是本命法宝，既然决定重练，便不能有半点差错。第一法，以元婴之火一点点炼去所有非木属性材料，最简单，也最稳妥。可惜这些材料早已彻底为一体，300、400年都未必能够完成。如此长时间牵制元婴之火，连自身修炼都会大受影响。此方法太慢。第二种，九炎熔金诀，配合数种特殊火属性丹药，只需闭关7、80年，便可强行去除杂质。但如此做法，连飞剑自身的木属性精气也会一并受损。杂质虽除，本命飞剑却要元气大伤。更何况这些丹药本身也极难凑齐。江前辈当日若亲自出手，准备采用的，应当就是此法。为了节省数百年，却先伤了本命飞剑根基，也不值得。第三种，种剑，将飞剑封入灵木之中，再让灵木自行生长。不是将杂质炼出去，而是借灵木本身的木灵气，将其一点点转化。如此一来，飞剑不仅不会元气大伤，反而会随着灵木成木成长不断受到滋养。即使只是普通灵木，也需上千年。而且种剑期间，灵木绝不能夭折。一旦中途出事，即使重新换一株灵木，也未必能弥补前功。但种得越久，灵木越珍惜，最后飞剑所能达到精虫成程度也越高。上千年，对旁人而言自然太久，对我却未必。借助小瓶，1000年灵木甚至万年灵木都不是无法得到。不过，小瓶催熟出来的灵木是否真能完全替漫长岁月的自然生长，用在种剑法上却还无法确定。先试一口。当年炼制青竹风云剑时，特意留下的一节带根金雷竹。飞剑本就是以金雷竹为主材料，用同源灵木种剑，效果自然最合适。催熟金雷竹以后，叶片还可留下，用于日后祭天金刚面魔雷。先用这一口试试种剑之法，若小瓶催熟的金雷竹确实有效，再将其余飞剑一一处理。法宝再强，神通再多，终究都需自身修炼支撑。眼下话真正重要的，还是尽快将修为推到化神后期大圆满。元慈神山与青罗国已经安排妥当，接下来便该真正看看这春灵之田究竟有何玄妙。岁月流转，洞府之外风声渐强。旧日妖客再度登门，以真才换取木灵花，却始终不敢久留。进阶了，如此惊人的天象，莫非他要间接灵帅级存在不成？多半如此。菩
普通小境界的晋升，不可能引发这等征兆。这人若真能踏入灵帅境，奴痕或许便有解了。按理说如此，可他凭什么替我们解除禁制？黑冥雾里的那位已经100余年没有回应，再等下去，我们连命都保不住。把那件东西给他，那是我们以后进阶最大的屏障。命若没了，留下他又有何用？先看能不能活着踏过去。还没有，刚才那些只是将附近天地元气纳入体内，真正冲击灵帅境界的关口，现在才开始。走，少则数日，多则月余。我们若一直守在这里，只会让他生疑。